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春天要多吃这素馅包子。今天分享个包子的懒人做法，不用和面，不擀皮，出锅皮薄馅大，馅料鲜美好吃，而且少油、少糖、少盐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斤的菠菜，菠菜的营养非常丰富，春天我们要多吃一些。我们先把菠菜处理一下，把菠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。这个菠菜是刚从土里扒出来的，根部这里非常脏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在掰菠菜的过程中，如果有坏掉或者是黄掉的叶子，就给它摘出来不要了。摘好的菠菜叶子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，看一下根部非常的脏，有许多的泥沙和杂质。摘好的菠菜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一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菠菜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再来清洗菠菜，看一下泡菠菜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。现在再来好好的清洗菠菜，特别是根部这里有许多的泥沙，一定要用手给它搓洗干净。叶片上也要检查一下，因为这种绿色的蔬菜特别容易招惹虫卵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水碱性物质，能去除农药残留物，还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菠菜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油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菠菜放入盐水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去一下草酸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菠菜的营养，让菠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加食盐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。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用筷子夹出来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菠菜的颜色会更加翠绿。就这样放一旁泡着备用。接着再把锅中水烧开，再放入几朵洗净后的香菇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把香菇煮一下，去一下香菇的草酸，给它煮2分钟就可以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入凉水中过凉。现在的菠菜已经放凉了，再把菠菜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菠菜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菠菜放到案板上，先用刀给它切成小段，长度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再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也不用剁得太碎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接着把放凉的香菇控水捞出，挤干水分后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香菇丁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菠菜的盘中。接着再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菠菜的碗中，接着再准备一块老豆腐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豆腐丁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豆腐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豆腐放入锅中，
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定型。1分钟后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全部翻好面后，再给它整理一下，再煎1分钟。1分钟后再给它翻一下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就要不停地翻动了，防止给它炒糊了。大概需要炒3分钟左右，把豆腐表面炒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菠菜的碗中。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往里边加勺生抽，加勺蚝油，加勺芝麻香油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菠菜馅就调好了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块钱的饺子皮，不用擀皮，取一张饺子皮，再放上1勺刚调好的馅料，馅料一次不要放太多，放1到2勺就可以。在饺子皮边缘抹上一层清水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然后再给它收口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先给它捏出褶皱，给它包出一个漂亮的包子。然后再把封口处给它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包好后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。剩下的馅料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。全部包好后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包好的包子一个一个的放入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后，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菠菜鸡蛋豆腐馅包子就做好了。菠菜包子鲜香入味，皮薄馅大，吃一口满嘴香。包子皮柔软劲道，太好吃了，全家人一大锅都不够吃。用饺子皮来包包子，省去了和面、揉面、擀面的时间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。这样做的素菜馅包子营养非常丰富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多吃一些。常吃菠菜对身体好处很多，而且这道美食全程采用清蒸的烹饪方式，好吃又不上火。这样调的馅料少油、少糖、少盐，多吃也不担心会长胖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